论男女，身上长出这5种猴子或已感染 HPV 病毒，千万别轻视。日常生活中，痘痘、痦子、猴子都是可能会长到皮肤上的。而对比痦子和痘痘来说，猴子就比较危险，种类也很多。长到不同部位上的猴子危险性也不同，有的可能是癌症的症状，而有的可能没什么影响。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，只要你的身上长出这5种猴子，就要注意是否已经感染上 HPV 病毒。它们可能是 HPV 病毒发来的警告，一定不能忽视。及时到医院进行检查才是最明智的选择。什么是 HPV 病毒？HIV 病毒人人喊打，可你知道 HPV 病毒吗？它的危险性也非常高，严重的会导致死亡。HPV 病毒的全称叫做人乳头瘤病毒，这种病毒在自然界中很常见，人类是它的宿主。在电镜下面观察它，你会看到一束束花朵形状或者蘑菇形状的结构，内部包裹的是 DNA 病毒。HPV 病毒的生存能力很强，它的传播途径有间接传播、性传播和医源性传播这3种，而性传播是最主要的传播途径。正常人只要与已经感染上 HPV 病毒的患者发生性接触，就很可能感染上 HPV 病毒，这种病毒可能会引发各种癌症，所以一定要警惕起来。间接传播就是指与 HPV 患者有间接接触的，可能是通过毛巾等私人物品接触，也可能是与 HPV 患者使用过同一个马桶。间接接触的途径比较多，想要避免并不容易，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应该少与陌生人接触。医源性传播是在医院发生的，在医院进行检查和治疗是有风险的。如果使用了未经消毒或者消毒不当的医疗工具，也容易感染上 HPV 病毒。5种猴子不能忽视，有的猴子只会影响到美观，而有的猴子可能是病毒对身体发出的警告。寻常疣、丝状疣、扁平疣、直疣和尖锐湿疣都与 HPV 病毒有关。在人体被 HPV 病毒感染以后，若是在皮肤或黏膜处出现增生性病变，就可能表现为疣状。虽说寻常疣是一种较为常见的皮肤病，但它也可能是人体受到 HPV 病毒感染后出现的一种症状。一般来说，寻常疣是一种灰褐色或者褐色的斑块，它可能出现在手掌、膝盖、腕部、手指、肘部这些部位。这些部位的皮肤一般都比较厚，也更容易受伤。不过，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可能会导致寻常疣的情况不一样，疣的颜色、大小、形态都可能有差别。如果你怀疑自己身上长了寻常疣，只需要到医院进行皮肤镜检查就行，没必要做活检。在检查后确诊寻常疣也没关系，就以往的经验来看，大部分寻常疣患者都能在2年到4年内自行消退，这是不需要担心的。人体的免疫力系统就足够应对这种情况，它会用自己的方式将病毒清除。但是也有一部分人的寻常疣会持续存在5年以上，这种一般就需要治疗。在治疗寻常疣时，不仅要考虑疣体的大小、位置、数量，还要考虑患者的健康状况。治疗寻常疣的方法有很多，可以通过吃药治疗，也可以进行手术切除和物理治疗。但是，不论采取哪种治疗方式，都应该保证皮肤清洁，防止感染更严重。事实上，寻常疣是可以预防的，想要做到这一点，就必须与已经感染上 HPV 的人保持距离。另外，良好的卫生习惯也是很重要的，也应该加强个人的锻炼，增强自身的免疫力。要避免在公共场所使用陌生人的贴身物品。丝状疣也可能是 HPV 病毒发出的警告。丝状疣可能会由皮肤破损引起，当皮肤受到损伤时， HPV 病毒会通过损伤处进入表皮细胞内，随后在里面进行复制增殖的过程，最终这块皮肤会变得越来越厚，产生肉眼看得到的疣体。丝状疣的疣体形状很特别，长短都不同，一般是细长的丝状，主要存在于颈部、眼睑和口周这3个位置。有的丝状疣是肤色，而有的丝状疣是棕灰色，一般都不会有明显的症状，但有的患者可能会在皮肤受到轻微刺激时感受到疼痛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如果你的丝状疣是长在眼睑和口周部位的，那也许需要尽快治疗。长在眼睑上的丝状疣可能会影响到眼部边缘的形状，严重的会导致睑板腺口梗阻，
而长在口周位置的丝状疣可能会影响到患者的发音和饮食，对生活造成影响。不过，大多数的丝状疣都会在人体免疫系统的调节下自行消退，但也存在一部分患者出现丝状疣长期不消退的情况。对于第二类患者而言，必须将病情重视起来，这很有可能是 HPV 病毒感染的一个症状。及时的治疗可以让他们减少痛苦。扁平疣也是 HPV 病毒感染的症状之一。中医也把扁平疣叫做扁痰，一般是儿童和年轻人会得这种病。它很可能是 HPV 3型病毒引起的。除此之外 ，HPV 10、HPV 27和 HPV 41等类型的病毒也有可能成为病因，但都是危险性较低的。扁平疣一般会在手背、前臂、面部等外露部位出现，大小不同，有的是小米粒一般大，有的可能像一粒黄豆，形状是扁平的小丘疹，表明比较硬。在很多情况下，这些丘疹都是大批同时出现的，患者可能会因此有瘙痒的感觉。虽然大多数扁平疣患者都会在几年内自行消退，但扁平疣也会给人带来很多不适，影响到生活。再者，扁平疣是可以直接或间接传播的，人与人之间会传染，这就给人们提了个醒。平时一定不能随便使用他人的贴身物品，谁也不知道对面的这个人有没有扁平疣，小心为上。直疣也许是 HPV 病毒引发的，这种疣与 HPV1、HPV2 有关。如果你有直疣，就要小心了。在 HPV 病毒侵入人体以后，会在皮肤的基底层不断复制繁殖，使上皮细胞异常增生，最终形成疣状增生物。直疣会给患者带来很多不便，比如走路的时候会感受到疼痛，时间长了会走路困难，影响到正常生活。虽然直疣不会对患者身体产生太大的危害，但它的持续期一般比较久，还会反复发作，给患者带来不便。所以，你可以通过手术的方式治疗直疣，彻底清除病灶。尖锐湿疣也是 HPV 病毒发出来的警告。这种疣比较特殊，常见于生殖器官部位，不论男女都有患病风险。由于 HPV 病毒的主要传播路径是性传播，所以尖锐湿疣也被当作性传播疾病。最初的时候，患者身上的疣体是小而柔软的淡红色丘疹，随着时间变长，丘疹会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多，容易出血，最终呈现的形状可能是丘疹状、菜花状、乳头状或者鸡冠状。疣体的颜色也不一样，有的患者是白色，有的是红色或者其他颜色。总之，尖锐湿疣的表现症状各有不同，它不会诱发癌症，但患者在疣体变大的过程中都会感受到压迫感或者瘙痒感，有的人忍不住就去抓，一不小心就会让这个位置破掉，还有继发感染的风险。在治疗尖锐湿疣时，可以采取激光气化、电烧灼等方法，一些患者也能自己痊愈。3. 如何预防 HPV 感染？想要预防 HPV 感染，2点是最重要的。第一点是保护好我们的皮肤，第二点是避免与 HPV 病毒源头接触。作为人体的最大器官，皮肤是人体与外界的屏障，能隔绝掉很多有危害的物质。而一旦皮肤出现破损，外界的细菌和病毒就容易从这个破损处侵入人体内部，诱发疾病。所以，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皮肤，多进行保湿，皮肤干燥也容易出现破裂。另外就是不要使用会刺激皮肤的清洁用品，温和的就可以。对于已经有皮肤病变的人来说，为了避免被 HPV 病毒感染，必须先把原本的皮肤病治疗好，否则会很危险。怎样才能做到远离病毒源头呢？那就是不要接触已经患有 HPV 的人，直接或间接的皮肤接触都有可能传染上 HPV。所以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不能使用患者的私人用品，要避免与陌生人接触。总之 ，HPV 病毒很容易通过他人感染，激素水平紊乱、免疫力低下、吸烟等行为都会让感染病毒的风险增加。所以，个人应该谨慎交友，注意分寸。社会也要加强公共卫生宣传、宣传性教育，这些都能有效预防 HPV 感染。除了这些之外，接种 HPV 疫苗才是最保险的预防方法。很多国家都已经把接种 HPV 疫苗规划到了国家免疫疫苗接种项目之内，支持百姓接种 HPV 疫苗。在现代社会，人与人的接触变多了，HPV 患者也在增加。
虽然 HPV 病毒很常见，但它是危险的。如果你身上长了寻常疣、丝状疣、扁平疣、直疣和尖锐湿疣这几种猴子，就得注意自己是否已经被 HPV 病毒感染了，及时到医院治疗，才能避免病情恶化。